来聊聊天蝎这个让人又爱又恨到牙痒痒的物种。我先说，我认识的天蝎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但也没有一个是不真心的。他们的爱情字典里就没有随便2个字，要么不爱，要么就爱到骨头里。所以那个虐来虐去的过程根本不是不爱，是太爱了，不知道怎么放。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主题摊开来讲，天蝎虐你跟你虐天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天蝎虐你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样子真的会气死。天蝎虐你绝对不是那种大吵大闹型的，他们最会的就是冷，一个好好的天突然就变了。你传了讯息，他已读不回，或者回你一个在吗？你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。这2个字是天蝎的起手式，杀伤力100分。还有，他们超级会翻旧账跟搞失踪，明明上礼拜才好好的，突然就开始对你各种挑剔。你穿这样不好看，你那个朋友讲话怎么这样，你昨天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你自己想随便你开心就好，每一句都带着刺，但你又抓不住他到底在气什么，肢体动作也超明显。平常黏你黏得要死的天蝎，开始虐你的时候会自动跟你隔1个人的距离，吃饭的时候不帮你拿餐具了，过马路不牵你了，睡觉的时候背对你，那个背影写着4个大字，老子不爽。最让人误会的一点是，天蝎很爱讲一些很绝情的话，什么那就分啊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很好，没差。听到这些，你真的会心碎满地，想说他是不是不爱了？但相信我，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自己心里比你痛10倍。他脑袋里到底在演哪一出？这才是重点。天蝎表面上对你冷若冰霜，他心里的小剧场已经演到第3集完结篇了。当他回你没事的时候，他心里想的是有事，而且事情很大，但我现在讲了你也不会懂，你还会觉得我小题大做。算了，你自己发现啊，你发现不了就代表你不在乎我，是不是很别扭？对，他们就是这么别扭。天蝎是水象星座里面安全感用放大镜在找的那种人，他会突然念你99%，是因为他觉得你好像没那么爱他了。你可能只是今天比较累，语气淡了一点，你可能只是跟异性朋友多聊了2句，你可能只是忘记他随口提过的一件小事，这些在你眼里是芝麻小事，在天蝎眼里就是你看吧，你果然没那么在意我。所以他不是真的要推开你，他是在测试你，他用文文来吊你一句你到底怎么了吗？拜托跟我说。他用那就分啊来换你一句我才不要分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他念你的每一个行为翻译过来都是同一句话，你快来哄我，你快来证明你爱我。他们的逻辑很天蝎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能也像我这样爱我？你如果爱我，你就应该要懂我不说出口的那些，是不是有点不讲理？是，但这就是他们表达在乎的方式，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爱人的。他们把你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，把你的喜好、你的地雷你讲过，但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也应该要这样对他。那个让人又气又好笑的反差，所以天蝎恋人的反差感就在这里。表面上我超酷，我超无情，少了你我照样活得很精彩，手机一丢谁都别来烦我。实际上手机荧幕朝上放在桌上，每5分钟看一次你有没有回，每看一次就更气一次，然后开始在心里跟你吵了800回合，从你为什么不回到以后小孩要叫什么名字吵不完，最后自己把自己气到哭。表面上随便你开心就好，实际上你敢随便试试看，你敢真的随便，我今天晚上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你跟朋友抱怨天蝎很冷血，下一秒天蝎可能正在跟他最好的朋友说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。那个在你面前像冰块一样的人，在别人面前为了你焦虑到不行。这就是天蝎最好笑也最让人心疼的地方，他的狠都是装给你看的，他的软全部都藏起来了。换你虐天蝎的时候，好，风水轮流转，你总有受不了要反击的时候吧？你会怎么虐到天蝎？其实你根本不用做什么很过分的事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
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就赢了。你开始对他忽冷忽热，你开始已读不回，你开始对他说没事啊。我跟你保证，天蝎会原地发疯。天蝎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失控，他可以掌握你的所有情绪，但他不能接受你脱离他的掌控。当你突然变得很好聊，朋友很多，过得很快乐，好像没有他也没差的时候，天蝎的雷达会哔哔叫到烧掉。你虐天蝎最狠的一招不是跟他吵架，是你变得不需要他了。你不再追问他去哪里，你不再吃醋，你跟他说我好啊，你去忙。这3个字对天蝎来说比世界末日还可怕。还有，你如果觉得他讲话很绝，那就这样啊，算了啦。天蝎表面上可能会比你更绝，直接消失给你看，但这个消失完全是战术性撤退。这个时候，天蝎心里在想什么？天蝎被你虐的时候，内心戏比你被他虐的时候多100倍。你对他冷淡1小时，他心里已经把你们分手后他要怎么过，想到你们复合后要去哪里蜜月旅行，全部想过一遍了。他表面上不联络你，他心里想的是，你怎么可以不找我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爱了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不行，我要忍住，我一找我就是输了，但我真的好想找他。天蝎的自尊心是水泥做的，又硬又重，他被虐的时候绝对不会先低头，但他的自尊心里面包的是一颗超级柔软的棉花糖，你只要轻轻戳一下就化了。所以你看到的天蝎被虐时，越平静，越安静，越消失，就代表他心里越翻江倒海。他可能一边跟朋友出去玩，照片笑得超开心，一边每3分钟就点开你的聊天室，看你在不在线上。他可能一边跟你说我没差，一边把你们的聊天记录从头翻到尾，看到以前的甜蜜对话，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难过。天蝎有一个很可爱的盲点，他虐你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道理，是你在惹他生气，但换你虐他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，他怎么这么可怜，怎么遇到你这么坏的人。双标，对，就是双标，但双标的很真诚。这里的反差又更好笑了。你虐天蝎的反差感，是天蝎这个物种最可爱的破绽。表面上你消失3天，天蝎也消失3天，好像在跟你比赛谁比较能忍。朋友问他，他还说没有啊，最近忙，没什么再联络，装得云淡风轻。实际上他早就把你的 IG、Threads、限动全部看过800遍，研究你按了谁的赞，研究你那句话是不是在说他。他甚至会去看你朋友的动态，看看有没有你的蛛丝马迹。那个侦探能力 FBI 都要来跟他拜师。表面上你说算了，他说好算了，实际上他回家抱着棉被想说，我怎么可以说好，我应该要说不好，我不准算了，然后开始后悔，后悔到睡不住，睡住了还梦到你。所以你会发现天蝎真的很好懂，他所有的冷都是热的相反，他越是表现的不需要你，就越是需要你。讲到最后，天蝎虐你跟你虐天蝎根本就是一场谁先认输的游戏。天蝎要的从来就不是赢，他要的是你输给他，然后跑来抱他。他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确认你到底有多爱他。你被他虐到很烦的时候，想想他那个躲在壳里面，明明很想你想到要死，还要装作不在乎的样子，是不是又有点好笑又有点心疼？而你虐他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对天蝎7分冷3分热。你一直热，他会觉得你没挑战性；你一直冷，他会真的觉得你不要他了。你冷一下，让他紧张一下，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跟一句我还是最爱你了，他那个水泥做的自尊心马上就碎成一片一片，乖乖回到你身边。说穿了，就是因为太在乎，因为不在乎的人根本懒得虐。会这样互相折磨，是因为你们都把对方放在心上很重很重的位置，重到不知道该怎么安放，只好用这种幼稚的方式来提醒对方，嘿，你看我这么爱你，你可不能跑掉哦。所以下次他在回您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回他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爽，但我还是很爱你，快过来给我抱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招对天蝎一用一个准。
如果你身边也有一只天蝎，正在用忽冷忽热已读不回，各种心理战略你，别急着怀疑自己，因为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留言告诉我，你遇过最狠的天蝎是哪一招？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我是大家女，下一集我会告诉你，天蝎最怕的到底是什么，以及怎么让天蝎开始反过来在意你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